苹果终于推出更新啦！大家好，苹果链，那我们今天有几则消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那第一个最重要的点，我觉得应该就是在苹果推出的这个 iOS 16.0.2的这个更新。那我也马上进行了更新。那这个更新，我认为最大的重点就是在于去改善我们先前有提出相机灾情的这个地方。那我提出了2个嘛，那第一个我认为不是问题，没有必要去理它。那我拍一个比较好笑的短片，可就是好玩而已啦。那第二个呢，就是在开启第三方的 App 的时候，可能会造成它的相机防手震的模组开始疯狂的抖动，因为这个问题毕竟是只有在第三方的 App 上面会看到，那在它本身的相机 App 里面是没有，所以我相信就是软体更新可以解决的问题啦。但是也因为这个问题会造成真的去伤害到这个相机对焦的模组，所以我也是建议大家说，推出更新之前不要使用第三方的 App 去开启相机，那就静待苹果推出更新。那苹果前几天讲出来的方法是说在下礼拜会推出更新，可是其实他们在现在就马上推出了更新后，那我觉得这个算是光速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我本身并没有碰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不太可以跟你说更新之后会不会有改善，但我还是建议不管你有没有碰到，你都去更新，因为我们也不太知道说是刚好没有碰到运气问题，还是还没有发生而已齁。那既然说这个问题会真的去伤害到这个防手震跟对焦的模组的话，我觉得每个人都会去更新，都应该要去更新一下，以免说你可能不小心去开启这个第三方的 App， 然后去伤害到你相机对焦的模组，那这个是可能没有办法修正的，你可能就要回到苹果商店里面，或是联络苹果的客服，给他换一支新的给你。那虽然我相信苹果是会处理这件事情啊，可是在台湾或是其实很多地方现在都是一机难求的情况下，有人听到说在外面通讯行已经被吵架到非常高的这个情况下，那我相信如果要随便去换一支新的给你，会有点困难，所以大家就是赶快去更新这个东西，我个人觉得还蛮重要的。OK， 好，那第二个就是大家在讲这个动态岛。最近真的是 iPhone 14推出来，很大的重点都在动态岛。那 Android 先前呢他们有说也推出很类似的界面，开发者在设计这个很类似动态岛的界面，然后可以在 Android 上面使用。因为我们实际去想，这个并不是什么很困难解决的问题嘛，就是一些状态列、一些资讯栏、一些通知可以结合在萤幕的顶端，然后又是跟着可能是萤幕打孔的部分去开启或是关闭。那也有人就是反过来讲说，如果要说 Android copy苹果的这个动态岛，那是不是可以说，先前 LG 的 V10 也有这个类似这个动态岛的这种功能？那其实这个是并不太一样的东西齁。那LG 的这个 V10， 它其实某方面来讲，其实是很棒的设计。它上面有一块小的萤幕是分开的，就细细一条在萤幕的顶端。那当初这个萤幕的设计是坐在它的萤幕的前置镜头的旁边，所以它等于是切一小块在旁边，而且它跟主萤幕是分开开启的。那更神奇的是，当初那个电话应该有6年多前嘛，当初那个上面那块小萤幕就已经是水显萤幕了。对。所以在你手机关闭的时候，上面那些资讯栏啊，或者什么资讯列通知什么，你还是可以看到。那其实这个概念也不止在 LG 啊 ，Android 可能先前还有那些有 Edge 那萤幕旁边有一个边缘侧面萤幕的这些情况，他们有一些状况也是用这种方式去使用嘛，可以把一些 App 常用的 App 摆在上面啊，显示一些通知啊，或者你手机在侧面摆的时候，还是可以看到一些资讯。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概念当然说，其实很多的这种创新的用法，真的在 Android 上面，因为毕竟有很多不同的厂商、不同的机型，他们有想出各种不一样的方式去竞争吼。那我当初有时候看到这种侧面萤幕或上面萤幕的使用方式，像是 LG 的 V10 这一台，我也觉得哇，这个超棒，真的是超实用、超好的功能。但是毕竟可能有些时候啦，我们在讲 Android 很现实，就是一个厂商可能真的想出一个很棒的东西，对不对？可是因为其他厂商也要跟他竞争，就算他们可能也觉得是很棒，他们就不会去用它，对不对？然后这种时候可能这个东西使用的用户或者整体的使用者的量太小，那也没有持续的软体开发商跟着它去更新的使用，那这个功能可能就慢慢的消失。那现在我觉得他们在讲这个 LG 这个 V10啊跟动态岛，其实我觉得整体概念是不太一样了。我不是在帮苹果护航，说苹果没有去抄袭什么，因为我们认真讲啦，其实iPad 当年出来也不是第一个这种音乐播放器嘛，也很多家厂商有做过。那问题是说整体整合起来怎么样做得更好？苹果或许有些时候能找到比较对的方法。那动态岛，我觉得如果你真的使用过的话，它比较真的就只是像是一个状态列、一个显示列。那有时候有些通知会跟着出来，大概就这样而已。它是一个以现在来讲是一个非常不侵入式的这种显示方式。
除了这个打孔很大很侵入式之外，可是它其实它的这个软体界面并不是非常侵入式，也不是随时都会好像故意的提醒你它在那边。那以我目前为止用到的这些 App， 我觉得它在显示的部分上都算是非常的实用。那这也是苹果可能在一开始把它抓得比较紧的原因，它不想让它过度的泛滥，不然每个厂商都想要把它明明没有在背后运行的 App 放在上面，那就变得有点像是广告的这种嫌疑哈。所以我觉得目前为止是还好。那整个使用的这个广度，如果你要讲 LG V10的话，它还可以把一些 App， 你要快速开启的 App 设定在上面。那这种情况下，其实动态岛也还不到那种使用的广度啦，所以两体整体概念上面，我觉得是差距蛮大的。那现在 Android 这个开发者所推出来的这个呢，就真的是完全基本上跟苹果的动态岛一模一样，它就是一样是可以从他们相机的打孔跳出通知啊、显示资讯列这些等等。那我个人觉得这个是不是抄袭？我觉得那是啊，对啊，就是因为现在看到动态岛出来，然后才做这样子哦。那我觉得也不是不好。如果说因为这样做，然后也让很多 Android 用户使用，然后或许喜欢或不喜欢，那也或许去提出很多改进的一些方式。那同时苹果也可以看说，那在其他一个比较开放性自由的一个区块，那很多用户在使用它之后，他们有什么回馈，觉得说它应该什么改进，或者说它会怎么去进化，或许这个在苹果上面来讲，也是可以去学习、去吸收、吸取经验的地方啦。所以我觉得倒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啦，说是抄袭什么，因为来来回回嘛，大家有人说我本来就有，那有人说你的跟我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去讲这个其实不太有意义啦，毕竟这也不是一个什么跨时代的一个功能。那想看看如果有 Android 用户也去下载去使用的话，那我自己可能也会在我的 Android 上面下载，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使用起来的感觉是怎么样。那我必须说啦，我觉得可能在 Android 现在的机型上面，毕竟没有一台机器打孔是那么大吼，那可能它的整体使用起来的感觉会还不错哦，因为毕竟它动态岛没有在跑的时候，它就是本来相机小小的一个打孔，那有要出来的时候再跳出来，对，搞不好这种时候看起来可能 Android 上面显示出来会比 iOS 上面还要再美观漂亮一点。OK， 那不管你们大家有什么想法，都可以大家可以一起在下面讨论，或是你们会不会去下载这个 Android 的动态岛？我想听看你们的想法。OK， 那第三个要分享的消息呢，就是现在其实很多 Apple Watch Ultra， 然后跟 AirPods Pro 2的评测全部都出炉了后，那我们这边也会很快收到这些产品，因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可是目前来讲，我觉得他们评价都算蛮正面的啦。那其实跟我们预期的也没有太大的差距。苹果手表的 Apple Watch Ultra 的部分可能就是很厉害，可是真的是要很针对专业性的人会感受到它的这些功能性的强大。好，那但是并不代表它是不好。那目前看起来它的续航力也是算超乎预期，所以这点我觉得算不错。那另外 AirPods Pro 2的话，哇，这个真的就是我听到的评价都还算蛮好的。那尤其是在我们先前认为苹果会加强的地方，当苹果去把这些重点功能提出来，尤其是在一个本来我们就觉得还不错的地方，又再去提到这些重点功能的进步的时候，那我就相信说它真的是因为它的新科技可以带来更好的体验。那说等了那么久，能等到现在这样有一个更好体验的 AirPods Pro 2，我自己也是蛮期待使用的。那我们这边也会拿到产品之后，很快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上手的体验。OK， 好，那今天的这个快速分享消息就先到这边。我是苹果店，我们下次面见喽，拜。对，我昨天在拍这个萤幕的比较，我真的发现这个 Android 打孔的大小，那我在放影片的时候就真的小很多啊！你看它旁边这个不会有那么侵略性的看到这个萤幕在被占掉的感觉，可是，在 iPhone 上面真的就这个打孔真的算是蛮大的，而且看影片跟平常使用，哇，真的还是蛮有差的。不知道我会不会习惯。